云南省怒江州，中国深度贫困地区之一。位于怒江西岸的这个村子，就是当地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这个由46户怒族人家构成的村子名叫脱贫村，它构建在海拔1700多米的山地斜坡上。为了在这里生存，怒族人展示了他们超越常人的勤劳与智慧。然而，倾斜的山坡、贫瘠的土地，终究难以承载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梦想。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在这里我们有深厚的感情，但是在这个地方真的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发展不起来？疆土是个最大问题。过去我们这个村民小组种玉米只能自给自足，后来党和国家扶持给我们发展产业，比如像草果、花椒啊、桑葚啊、茶叶啊等等，但是这些东西种得出来，运不出去，很多东西就落在地上。王小波，脱贫村主任，土生土长的怒族人。2016年开年不久，脱贫村的村民们便看到他带领着一群人，几乎每天都在串门，劝说大家搬离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山坡。原来，鉴于脱贫村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际情况，脱贫村所在的云南省怒江州扶贡县将脱贫村纳入异地扶贫搬迁覆盖范围，希望能够帮助脱贫村的怒族群众挪穷窝、移穷业、断穷根。就看米做弄好了，一块米去啊，有人还过来操了我了。何卫才是村里的副组长，王小波等人把他作为了第一个动员搬迁的对象。大家希望这个副组长能够响应国家政策，给全村带个好头。把里都多不，还可不弄。啊，爸不，啊头我弄，我哈你不让拉到去，哈头你就看呀，哈你啊头过那啊头我弄。你说你不打了，我给你。没有，现在咱考虑到。给你。给没？给没？我没来过来买了，你给我。给我，你入到了不？没入到都。哎，我操，那对。我给你说你不了，我学校考虑到对。我没花不。你没到对。我别我听到他关注的，哎就。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王小波、肖三才等人在村里四处做动员工作，但得到的几乎都是村民们拒绝的态度。老人们他们就是不愿意搬，他们担心的是下课以后怎么生活。村民们把异地搬迁当成了抛家舍业，可实际上，国家的异地扶贫包含着改善安置区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经济结构和拓展增收渠道，帮助搬迁人口逐步脱贫致富的整体规划。在匹河乡政府旁地势较为平缓的区域，脱贫村的安置工程已经开工了。这里距离脱贫村村民世代居住的山坡有1个多小时的路程，条件好了很多。为了能让脱贫村村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对他们下山后的产业已经做了全面详细的规划。搬进去以后是条件是非常好的，为了他们搬得下、稳得住的，每户安排他们一个护理员。这些村民就地务工，比如像砍海淘、密储、副食加工。另外，这个对年轻人还向这个珠海劳务输出来增加他们的收入。安置点那边还有很多铺面，是吧？有能力的村民跟他们来继续经营。规划虽然很好，但是要消除村民们心头的顾虑却很难。脱贫攻坚战。副总理的到来为这里的脱贫工作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可眼下村民们固执的态度，又让王小波、肖三才等人一时找不到办法。这天，他们来到了村民麻义富的家。要你来，还有
在村里，马义富算得上是个积极分子。国家的政策、村里的义务，他几乎都是积极响应。而这次的异地搬迁，马义富也能积极响应吗？吸取以往的失败教训，肖三才和王小波首先把搬迁以后山上的产业不会丢这个政策进行了着重的解释，随后又把搬迁地点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公共福利做了详细的描述。看得出马义富心动了，可是就是不肯松口。就在这时，马义富的儿子桂小才开口了。最近呢，民保现在看到是喏，人家过，对那个叫呢，国家为我们这么付出，我们为什么不努力呢？儿子的一番话打开了马义富最后的心结，马义富同意了，动员工作终于有了起色。这几天开展以来，工作以来是遇中的困难是还是太多了啊。起码后这减完几天还是做事前工作还是做通着呢。其实南疆是什么时候都积极配合呢？总结哈这个几页，马义富这家是我个人认为是我们去做工作的时候是，他我这个是那个外出务工的一个人嘛，几天都很早成功，很早的。对，我觉得下一步我们的这个工作做细了嘛，还是不要有这个老人的身上，从老人转这个小娃娃、年轻人、外出务工的人来专注的做这项工作，这样才是我们可能比较顺利的完成这项工作了。刚才我们商量这么多嘛，下计划上我们还要坚持他们把快要做通的那点给他做通掉哈，啊。好的，可以。我们三兄弟再辛苦一下啊，走。好，我自己，我也是。我能去接通。好，没去了。好，走。走吧。从这一天晚上开始，王小波、肖三才等人在动员工作的方法上做了一些调整。他们开始寻找年轻人，向他们宣讲异地搬迁扶贫政策将会带来的好处，而年轻人对此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年轻人为什么更愿意向上？他的原因主要是下面的条件方方面面都很好，特别是他们最关注的一点，讨媳妇这一块。我老大曾经有带过一个女朋友来，当时这点山上的条件差，我老大的女朋友就走掉了。从此以后，他的3个儿子便常年在外，很少回家。身为父亲的斯洛伊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自己和老伴儿年纪都大了，总希望能有一个孩子留在身边，而路不通、山里穷的现实的情况又让他感到很无奈。和大多数村里的老人一样，对于异地搬迁扶贫政策，他一开始也很抵触。通过电话，他把家里遇到的事儿告诉了在外的3个孩子。没有想到3个儿子都是劝我搬家。为什么3个儿子劝我搬家？因为山上的条件很艰苦，所以3个儿子都是讨不着媳妇。孩子的未来就是一个家庭的未来。斯洛伊接受了异地搬迁扶贫的政策，同时还分配到了一个生态护林员的公益岗位。我当护理员之后是1个月工资是900块钱，1年里面我收入1万几。虽然我搬下去了，但是山上的产业我没有丢，山没有离开我，我也没有离开山。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将来，村里的老人纷纷放弃了自己的固执。对异地搬迁一直非常抵触的何卫才，此时也有些拿不定主意了。孩子在山下的乡镇学校读书，接孩子放学的时候，何卫才提起了搬家的事儿。从孩子的口气里，何卫才读出了这样一句话：把家搬到山下，这里地更平，路更宽。
几天之后，王小波、肖三才等村干部又来到了何伟才家。他考没吹脑壳，他那没吹哦。老抓的那个。考现在还没有太我闹了可。要不然我别头牛，现在别再说我这老乡啊！我看你了，这个不，这他的钱也我退，要那他的钱了，就他的随训的退了不钱，我都说我这钱我钱不，要不然。在同意书上签字后不久，何伟才和村干部们一起参观了即将完工的搬迁安置点。这是块地，2是1。